出差半年回来，妻子便跳到我身上说想要个孩子，可这一举动却引起了我的疑心，她不会是已经有了，想让我当接盘侠吧？毕竟我经常出差，她要是带其他男人回来，我也不知道。为了还妻子一个清白，第二天我就在家里每个房间都装上了摄像头，然后跟妻子说公司临时有事要出差，接着便来到之前准备好的出租屋，打开手机开始监视家里的一举一动。接连过了1周，妻子都很正常，直到第8天，她化了个美美的妆后就开心的出门了。我当即以为她是要出去约会，便开着租来的车，紧紧的盯着楼下的大门。没过一会，我就看到妻子的身影。我下车小心翼翼的跟上去，发现她的目的地是菜市场，我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。1个小时后，妻子提着一大包菜回到家里，我便回到车上继续观察。画面中，妻子将菜放到桌子上后，就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。你什么时候过来？还有3个小时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谁要过来？我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，煎熬的度过了3个小时。突然敲门声响起，妻子高兴的去开门，只见一个男人走进客厅。看着那个男人，我的大脑瞬间宕机。这个人我认识，是妻子公司的领导赵无言。看着他们有说有笑的吃饭，亲密的像对夫妻一样，我感觉自己的头都快炸了。我现在真想冲上去将这对狗男女暴打，但理智告诉我还需再等一等，必须要做到人赃并获才行。1小时后，他们吃完饭就去了卧室。这一刻，我虽然心中怒火冲天，但脸上却丝毫未显露半分。我笑了，只是这笑容带着苦涩。我没想到事情竟会是这样的结果。我拼命赚钱，就是为了能给他一个家，为了凑齐那30万的首付，我吃了多少苦啊！好不容易买了房子和他结了婚，可这才过去1年，他竟然做出了这种事。看着手机里那不堪入目的画面，我的嘴角缓缓咧开一个诡异的弧度。随即我退出监控界面，用朋友办的电话卡拨打了报警电话。我要报警，前进花园小区6栋502，好像有个女人正在遭受侵害，我听到里面有女人微弱的惨叫声，你们再不来，她可能就没命了。还请你们一定不要暴露我的身份信息，我怕歹徒事后报复我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立刻拨通了一位记者的号码。这里有个重磅新闻，前进花园小区6栋发生了一起重大案件，你们赶紧过来。没等对方开口追问，我便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坐在车里点上一支烟，我冷声道：刘丽，老子连自己的名声都不要了，陪你们慢慢玩。说着，我将手机重新切回那不堪入目的画面，一边看一边点评。人长得不帅，身材也不如我，不过好歹是个项目经理，可能钱比我多一点。刘丽，你要是因为这个就背叛婚姻，我可真是瞎了眼了。没过一会就来了好几辆警车，随着警察的到来，小区各处的人都开始关注这边情况。吃瓜可是民众的天性，警察刚上去没一会，我就看到那个记者，摄像师也跟了上去，我笑得更开心了。笑着笑着，我眼角就滑落几滴眼泪。大概半个小时，警察带着穿戴整齐的刘丽和赵无言上了警车，那个聪明的记者则是躲在人群里默默拍照，周围的群众也是拿着手机发朋友圈。我听说这是入室劫色呀，这男的真是个人渣！放屁！你在哪里听到这个消息的？我跟你们说呀，那女人就住在我楼上，她老公经常出差，而且出差的时候，我经常听到楼上的动静，她明显是在偷人。本来我还想着找个机会跟她老公说一声，现在看来她老公肺都能气炸了。我可以肯定他们2个彻底火了，连带着我也会体验一把当明星的感觉。我的目的已经达成了，接下来就该等警察通知家属去领了。我现在真想看看，到时候妻子见到我会是什么样的表情。回到出租屋后没多久，就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。这里是西城市公安局，请问是秦先生吗？我眉眼带着微笑，却用一种迷惑的语气回答道：是我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，我们接到报案，说你老婆被人侵害了。不过那个警察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我着急的打断了。你是说我老婆被人欺负了吗？我老婆是刘丽，到底是不是？警察劝道：先生，请你先别激动。我怎么可能不激动？我老婆到底怎么样了？被连续打断2次，这次那个警察加重语气说道：先生，你先听我说，你老婆并没有被侵害。我用故作放心的语气说道：那就好，那就好，幸亏刘丽没事。不过她出轨了，经过我们的调查，他们是自愿发生的。警察这不合时宜的一句，令我久久没有回话，装作一副被打击到的样子。秦先生，你还好吧？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有些难以接受，但你要坚强一点，可千万别做傻事。我的声音充满一种苦涩。我没事，只是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，我要好好消化一下。对了，这件事你没有告诉我岳母岳父吧？他爸妈都已经50多岁了，身体不太好，可能经不住打击。电话那头警察沉默一番说道：抱歉，刚刚我队友已经给2老打电话了，他们现在就在过来的路上。我嘴角微微扯出一抹淡淡的笑意，假装焦急道：我现在马上也过去。说完这句后，我就挂断电话，随手扔下手机，躺在床上。刘丽，我看你怎么面对你爸妈。我记得你爸好像有心脏病吧？不知道会不会被你气死。冷笑一声后，我开始思考一会该用什么态度面对他们，一直到晚上12点，我才收拾东西去警局。刚下车，我就做出一副焦急的样子，冲进警察室，形态之中带着压抑的愤怒。刘丽眼神空洞地坐在椅子上，看到我的瞬间，她羞愧地低下了头。之后与那个警察交涉一番后，我才缓慢走到妻子身边，轻轻握着她的手。刘丽想躲，但被我紧紧抓住。我轻声质问道：老婆，你告诉我，我是不是对你不够好吗？刘丽侧身躲避着，只是沉默。我还想说什么，突然电话响了，看了一眼之后，我对着刘丽说道：咱爸妈打来了，
你可以不跟我说实话，你还是想想怎么去跟二老解释吧。说完，我走到一边开始接电话。什么？爸怎么心脏病又犯了？我在警局，我这就带着刘丽过去。我转头看着刘丽还愣着。你在干什么？走啊！你爸都被你气进医院了，我们的事回去慢慢说。路上我摇下车窗，吹了一会冷风后，突然问刘丽：“你是不是怀孕了？”刘丽漠然地看着窗外，没有说话。我继续说道：“如果这日子你还想过下去的话，就把这个孩子打掉。我不相信这个孩子是我的，也不可能去给别人养孩子。”刘丽还是一直保持沉默，这打击估计她一时半会是走不出来。开着车来到市医院，我们找到在急救室外的岳母王秀琴，旁边还坐着刘丽的大伯。我跑到岳母身前蹲下，用一种紧张的语气问道：“妈，爸怎么样了？有没有危险？”王秀琴看着我，急忙抓住我的手道：“小琴，对不起，是我们没有教好女儿，让你蒙羞了，真的对不起。”妈，这事我们后面再说。爸的手术费还没有交吧？我先去交手术费。王秀琴一把拉住我的手，有些羞愧地说道：“小琴，我们哪里还能用你的钱啊？”我拍了拍她的手说：“妈，你跟爸对我都很好，我是一个孤儿，是你们二老让我感受到了亲情，就算没有刘丽这层关系，我也应该出钱。”轻轻抽出被岳母抓着的手，我转身正往收费的地方走去。岳母看着我的背影，张了张嘴，却什么都说不出来，心中的愧疚感让她无地自容。岳母走到刘丽跟前，刘丽低着头，怯生生地喊道：“妈，别叫我妈，我没有你这不知羞耻的女儿。”王秀琴抬手狠狠扇了刘丽一巴掌。小琴那么好的孩子，你居然还做出这种事来，你自己想的怎么去解释吧。刘丽抓着王秀琴的手哭道：“妈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是被鬼迷心窍，你原谅我这一次吧。”王秀琴用力地抽出手，没有理会女儿，而是回到椅子上，担心地看着手术室。我交完钱后往回走，刚走出电梯，就看见刘丽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一边。我的嘴角扬起一抹淡淡的笑容，我过去坐在岳母身边，宽慰道：“妈，你放心，爸会没事的。手术费我已经交了，后面要是不够的话，我再交。”王秀琴是既羞愧又感动。小琴，这次是我们对不起你，发生这种事，你就算是要跟小丽离婚，我们也没话说，我们不会要你一分钱，你出的医药费，我们也会想办法还你。妈，这事等回去了再说吧。这时刘丽有些踌躇，几经挣扎后才缓步走了过来，没有犹豫的就跪了下来，用一种哭腔说道：“老公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原谅我这一次吧，我也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做出对不起你的事。”我沉着脸想将刘丽扶起来，这里是医院，有什么事我们回家再说。可刘丽还是哭着抱住我。岳母起身一巴掌扇在刘丽脸上：“起来，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这里是医院。”刘丽愕然地看着王秀琴，她本来想着自己妈在这里，她卖卖惨破使我原谅她，哪怕是一句违心的话，也能让她看到一点希望，但她怎么都没有想到，自己的妈妈居然不帮她。我露出一抹不屑的笑，她在想什么我可是清清楚楚，只能说这是小孩子的把戏。我一个连自己名声都能抛弃的人，怎么会受不了这点异样的目光呢？守了一晚上，岳父总算是从手术室出来，病房里岳父还没有醒，我看着他们说道：“妈，你和大伯年纪大了，先去休息一下，这里我来看着。”那怎么行？小琴，你也累了，先回去休息吧。而且你跟刘丽的事也得回去讨论出一个结果。见岳母坚持，我也不再推脱，下楼买了几份早餐后，就带着刘丽离开医院。到家后，刘丽连鞋都没有换，直接走到我跟前跪下：“老公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”我眼底闪过一丝厌恶，不过却并没有扶起她。我很好奇，我对你不好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难道真的是因为耐不住寂寞？老公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。你说我还能相信你的保证吗？刘丽不说，我也已经猜到自己经常不在家。她这种有几分姿色的女人，身边自然不会缺少追求者。刘丽再也忍不住的哭了，伸手抱着我的腿说道：“老公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弥补这个错。我明天就把工作辞了，全职在家。老公，你打我一顿吧，这样能让你心中好受一点。”我推开刘丽，就这么看着她，一手扬起，狠狠地扇过去。刘丽闭着眼睛没有躲，但随着巴掌的落下却没有声响。原来我卸去力道，改成了抚摸。我眼神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脸颊。我怎么能打你呢？我下不去手啊！刘丽再一次控制不住地抱住我。老公，原谅我好不好？不要跟我离婚，以后我们安安稳稳地过日子。看你表现吧，我要是就这么原谅你了，我不甘心啊！刘丽大喜过望地保证道：“我一定好好表现，我保证你会看到我的改变的。
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虽然我没有表达原谅他，但也没有强硬的提出离婚，那就证明还有希望。我抱住刘丽来到卧室，看着那张床，我突然停下脚步。刘丽很聪明，她知道这张床让我想到某些不好的画面，她赶忙从我怀里下来说：“老公，别看了我这就把这张床扔掉。”我看着她没有说话，而是转身来到阳台。刘丽看着我的背影没有过来，她知道现在我需要一个人冷静一下。冷静之后，刘丽开始打电话叫人来搬东西，又叫人送一些新的家具过来，当然这些都是用的她自己的钱。中午时分，这个家里所有碍眼的东西全都换了一遍，尤其是那张床。刘丽走到我身边，怯生生地喊道：“老公，吃饭了。”我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，走向餐桌。吃过饭后，我们拿着午饭去医院看望他爸妈。来到病房外，我敲了敲房门后才推门而进。我找桌子将菜摆出来。王秀琴眉头一皱：“那死丫头呢？”我解释道：“刘丽在门外，她怕爸醒来看见她又犯病，所以就没有进来。”王秀琴骂道：“她要是担心这个，也不会做出那不知廉耻的事来。”我只是笑着，仿佛并没有因此而生气。就在他们吃饭的时候，我则坐在病床旁照看着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我好像看到岳父的手指动了一下，在眨眼的时候，就看见岳父已经睁开眼睛了。我赶忙上前关心地问道：“爸，你醒了？有没有感觉身体哪里不舒服？”正在吃饭的岳母跟大伯听到我的声音，连忙放下碗筷围了过来。刘丽则在病房外抬起头观望着里面，她不敢进来。王秀琴上前问道：“老刘啊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不舒服？”刘华虽然还有些虚弱，但还是板着脸看着周围的人，没看见自己想看的人。他有些愤怒地说道：“好啊，我这么多年养大的女儿，还不如女婿靠谱。我生病躺在床上，他连看都不来看一眼。”我解释道：“爸不是这样的，他就在外面，他是担心你看到他会再犯病，所以就没敢进来。”刘华沉声说道：“叫他进来。”我看了一眼王秀琴后，才走到病房外，将刘丽拉了进来。刘丽看着满脸严肃的父亲，既羞愧又害怕地低下了头，用细弱闻声的声音喊道：“爸，不要叫我爸，我没有你这个不知羞耻的女儿。”刘丽扑通一下就跪在地上，哭着说道：“爸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”不得不说，我有点佩服他了，瞧瞧这下跪的动作多么熟练。刘华挣扎一番后想坐起来，但身体实在是无力。只见他看着刘丽说道：“小琴，我知道你心中有气，你替我打他一巴掌。”我愣愣地看着刘华，一时间不知道该作何回答。我倒真想下手，但又有些担心这是一个陷阱。刘华见我迟迟没有动作，继续说道：“怎么打一个女人都不敢吗？你……”见他都这么说了，我也不再犹豫，抬手就是一巴掌狠狠扇在刘丽脸上。清脆的巴掌声在这病房久久回荡。刘华脸色这才好看一点，他是逼着我打他女儿的，他就是要让我心中的怨恨爆发出来，只有这样，这场婚姻才能被挽救。刘丽虽然挨了重重一巴掌，但她却很高兴，因为我打她了，也就意味着她还有机会获得我的原谅。继续，我反手又是一巴掌打在另一边的脸上，继续，但这次我却停手了。看着刘丽两边肿胀的脸颊，我开口求情道：“爸，算了吧，打也打了，你消消气。”刘华转头看着窗外说道：“既然你都求情了，那就算了吧，带着他回去吧，我不想再看见他。你们两个的事，我们也不管是离婚还是继续过日子，都是你说了算，我们不会有半点怨言。”我张了张嘴，最后也没再说什么。爸，你好好休息，有事随时叫我。说罢就带着刘丽离开病房。刘丽跟在我后面，乖巧的像个孩子。我看着她那红肿的脸颊，伸手轻抚道：“还疼吗？”刘丽红着眼，不停地摇头。“你跟我来吧，我带你去处理一下。”之后我带着刘丽找了一个医生处理了一下。看着憔悴不堪的刘丽，我说道：“既然来了，那就做个全身检查吧。”刘丽看着我，知道自己说，她配合着我的要求，做了一套全身检查。刘丽就是要用事实告诉我自己没有怀孕。拿到结果的时候，我大致翻了一遍后，就随手扔给刘丽：“走吧，我们回家。”刘丽眉眼间带着一抹笑容，满心欢喜地跟着我。以前我们一起走路，从来都是并肩或者刘丽走在前面，这次却是刘丽走在后面跟着。这个家的地位已经发生改变了。回到家里，我坐在沙发上写辞职信，因为这个工作经常要出差，不在家哪里有时间去搞好夫妻关系，所以辞职是必然的。刘丽回到家便开始打扫卫生，她不敢让自己闲下来，一心想努力表现自己的价值，但她又不敢来打扰我，生怕再次惹我不高兴。其实只要刘丽现在提出离婚，我后续的计划就无法施展。可惜她没有勇气面对娘家亲戚的指责，不愿离婚，我已是她能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她刚才翻看了新闻和网络，如今在南城算是出了名，正承受着足以毁掉人生的道德谴责。刘丽现在只能躲在我身后苟延残喘。我看着忙碌的刘丽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像是使唤佣人一般使唤道：“去给我倒杯茶过来。”刘丽赶忙放下手里的活去给我倒茶。现在她只能尽量哄着我，不让我提出离婚。过了她端着一杯茶放在我旁边的桌子上，眼睛瞟了一眼电脑上的内容，问道：“老公，你要辞职吗？”我反问：“不辞职，等你再绿我一次吗？”虽然这是嘲讽，但刘丽心中却十分开心。她知道我心中是原谅她的，不然我也不会用再来表达。“老公，你晚上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，随便。”写完辞职信后，我点击了发送。没过一会，领导就打来电话：“小琴啊，你的事我看新闻了，就算这样你也没必要辞职吧？我可以给你放几天假，让你处理一下离婚的事情。”我抬头扫了一眼厨房的方向后说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我没打算离婚。”电话那头似乎被惊住
住了一样，有些不可置信的说道：“你是怎么想的？就你现在这条件，又不是找不到女人，而且你还年轻，能不能拿出你年轻人的魄力出来啊？我有我的想法，而且她是我的初恋，我放不下。就这样吧，我的离职你同意一下，以后有机会再聊。”说完我就挂断电话。这一刻我明显感觉到厨房里切菜的声音轻快了一些，那些话我就是说给他听的。随后我打开网络开始浏览信息，刚一进去就刷到昨天晚上发生的事，翻到下面评论区扫了一眼后，看到是一片骂声，我面无表情的退出软件，关上手机，闭上眼睛开始沉思。现在工作没了，也是时候找个新工作，不然身上这10万块钱可坚持不了多久。不过这个工作得找离家近的。在想着事情，刘丽就喊我过来吃饭。吃过饭后，我开着车去医院送饭。这次我没有再带刘丽，现在也是时候给她留一点独处空间了。透过监控看，刘丽一个人抱着腿坐在沙发上，手机发着微光，显然是在看手机。不过她没看一会就抱头痛哭起来。我知道她是在看网上那些视频跟谩骂，这就崩溃了。这才哪到哪呀！我冷笑一声后关掉手机，专心开车来到医院，提着晚饭走进病房。大妈先吃饭吧。刘华看着我说道。秀琴，你先出去一下，我跟小琴单独聊聊。王秀琴微愣，反应过来后放下饭菜说道：行，你们单独聊聊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说罢便走出房间。刘华挣扎着坐起来。小琴，能告诉我你心中的想法吗？这个婚会不会离？我知道他这是在查探自己的口风，于是便装作矛盾的样子回道：爸，说真的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刘丽是我的初恋，我放不下她，但她又做出这样的事来，我也没法原谅她。我现在真的很矛盾，爸，你开导我吧。再这么下去，我感觉我……刘华拍着我的肩膀说道：小琴，我们是真的对不住你，是我没教育好她，以至于让她做出这种败坏门风的事。你要不想离婚的话，我会好好教育她的，让她老老实实的跟你过日子。她如果再敢犯这种错误，到时候不用你动手。我打断她的腿。我感动的看着刘华，知道岳父这话不是说说而已，如果刘丽再敢犯错的话，他真的会劈了她的双腿。叹了口气，刘华愧疚的说道：小琴，现在这消息都已经传开了吧？那你的工作是不是也受到影响？我故作轻松道：没事，那工作我早就想换了，我这条件跟资历，不管做什么都能赚钱。刘华说道：我老了帮不了你什么，但如果你有什么事需要用到我，我一定不会推辞的。本来他就已经将我当成一家人了，这次我的做法更是让他大为感动。我在他心里的地位现在已经超过他的女儿了。爸，您现在就好好休息养病，我会将一切都处理好的。你也知道我是一个孤儿，其实这1年来我已经将你跟妈当成我的爸妈了。这次之所以没有跟刘丽离婚，一方面是因为我放不下她，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舍不得你二老，因为我在你们身上感受到亲人的感觉。说完后，我没有回头去看刘华的表情，不用看也知道他现在肯定特愧疚特感动，说不定心中已经……我走到病房外，将岳母王秀琴接回来，陪他们吃完饭之后，我收拾好东西准备走，但刚走出病房门，我又折返回来。妈，今天晚上我陪着爸爸，你先去家里睡会。我便开车将岳母王秀琴送回小区。我连车都没有下，说道：妈，刘丽在家，你自己上去吧，我先回医院了。王秀琴看着绝尘而去的我叹了口气，这心中有了芥蒂就再难消除，也是自己女儿自作自受罢了，管这么多干嘛呢？总归是亏欠的，不管小琴做什么都要理解。我没有直接去医院，而是找了个医院附近的车位停下，拿出手机看起监控。刚打开软件，我就看到不可思议的是，刘丽啊刘丽，你说我该怎么说你？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，小琴那么好的一个小伙子，你还不满足吗？你还去乱来？你想过他的感受吗？你想过我跟你爸的感受吗？你这么做不仅仅是小琴丢了脸面，你是想我跟你爸的脊梁骨被人戳断了。我现在都已经能听到村里的左邻右舍是怎么议论我跟你爸，他们肯定会说，就是他们教出来一个乱来的女儿，把女儿教成这样，真的是丢脸了。妈，求你别骂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刘丽抱着头痛哭道：对，就是这样，骂他，孤立他，点燃他的羞愧心，只有这样他才能感觉到。接下来就没必要再看了。我收起手机，开车前往医院。我来到医院，走进电梯，刚按上按钮，正在关门之际，突然伸进来一只手。等一下，随着一声轻柔的女声响起，我面前突然多出一个长相甜美的女人，看样子也就20多岁。对此我也只是淡淡的扫一眼，麻烦帮我按一下8楼，谢谢。虽然她去的楼层一样，但我也并没有觉得奇怪。来到8楼，我径直走出电梯，从始至终，除了刚开始看了一眼那个女人外，我就没有再关注过。来到病房，我见岳父还没睡，便喊道：爸，你怎么还不休息啊？说罢便端着一条凳子坐在病床前。我睡不着，小琴，我没什么事，你回去休息吧。我拿过一个水果，一边削一边说道：那怎么行？我要是回去了，保管妈会吵着要过来，可我想一个人待一会。我抬头看了一眼岳父，别想那烦心事了，你还是早点休息吧，你睡了我才能睡，我都一晚上没有合眼了，你就当照顾我一下，早点睡吧。见岳父躺下休息，我伸手将其盖好被子后，继续削着手里的水果。没过一会，手中的水果被我削成一朵玫瑰。看着手里的水果玫瑰，我轻笑一声后，随手将其扔进垃圾桶。爱情我丢了，我知道岳父。大概过了1个小时，我睡不着，不过这也正常，不管是谁面对这种事都不能保持平静，哪怕我很理智。起身走出房间，我拿着手机来到医院一处阳台，
点上一支烟，漆黑的夜色正如我的心一样，依稀还能看见我那锋利如刀的眼神，如刀似剑的眼神仿佛能置人死地。喂，这里是医院，公共场合不要抽烟。一声女声响起，我转头看了一眼，眼神中的冰冷还没有散去。那女孩被我的样子吓到了，不过她没有退缩，而是坚定地看着我。没事，这里反正没有人，我抽完就走。她回答道：“我不是人吗？快点把烟掐了。”见她这么坚持，我也很无奈。回到病房看了一眼病床上的岳父后，继续躺在自己的椅子上睡觉。翌日一大早，岳母就来接班，她几乎是强硬着将我赶回去的。回到家里，我躺在沙发上继续补觉，迷迷糊糊中我被开门声吵醒，睁开眼看了一眼，刘丽的眼眶红红的。我知道她在医院又挨骂了，也得是岳父还不能剧烈活动，不然她脸上一定会多出一道道红痕。刘丽看着我，露出一抹歉意：“对不起老公，打扰你休息了。现在几点了？”刘丽赶忙翻出手机看了一眼，说道：“11点半，去做饭吧。之后你去把你那……”说完之后，我又闭上眼睛开始假寐。刘丽微咬着嘴唇，我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让她很难受。以前我会安慰她哄着她，现在我却不闻不问，这反差真的很大。但她现在也只能忍着，她相信只要自己熬过这段时间，一切总会好起来的。刘丽此刻满心悔恨，痛恨自己当初为何那般愚蠢，痛恨自己为何经不住诱惑。可悔恨若是有用，人们又何必祈祷世上有后悔药呢？曾经做过的事，并非一句后悔就能抹去，除非时光倒流，否则这份痛楚将永远烙印在她心底。想到这里，眼中的泪水无声的滑落。刘丽木然地走进厨房，这人呢总是想着曾经的好，却在曾经的时候又看不见这份好，我却不会管他会不会悔恨。原谅是上帝的事，我要做的就是让他自己去见上帝。听着厨房里面的切菜声，我也不想睡了，而是打开电视，漫无目的的开始看剧，消磨时间。1个多小时后吃完午饭，我带着饭盒准备出发。临走前看着刘丽，就是平静的看着她，没有任何告诫。刘丽被我看得很不安，身体不自然的缩着，她是多希望我能够警告她，可惜我没有。看着我离去的身影，刘丽颓然的坐在沙发上，她知道回不到过去了，现在她只奢望我能拿出过去1/3的好来对待我。开车来到医院，等电梯下来后，我径直走进去。我没休息好，昨天晚上靠在那椅子上，我根本就睡不着。虽然回去躺了一会，但也没有完全睡着。现在我精神还有点恍惚。到楼层后，我挤出人群，打着哈欠往病房走去。走过拐角的时候，就感觉到自己撞到人了。我看了一眼，发现自己撞的那个女孩正是昨天晚上遇见的那个，伸手急忙说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没注意到你。”那女孩恼怒地看着我：“是你，这次确实是自己不对。”我歉意地笑着。那女孩看了一眼我伸出的手，没有让我拉，而是自己爬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衣服，说道：“你怎么回事啊？走路不看着点。”说完她就走了。我来到病房，岳母上前接过我手里的饭菜，责怪道：“小琴，你不用亲自送来的，你昨天晚上都没有休息好，让刘丽送过来就可以了。”妈，没事的，刘丽我让她去离职了。岳母顿时不说话了，她经过大伯提点后，也知道什么话能说，什么话不能说。岳父看到我后，脸上的笑容就没有消失过。小琴，我好多了，估计就这几天就能出院了，你也不用天天过来，该休息就休息，送饭就让他送就可以了。爸，我知道了，这不是他今天没空吗？等他那边处理好。从医院出来后，我坐在车里点上一支烟，我一时间不知道该干什么。那个给我带来耻辱的家，我是真的不想回去。回到家里，刘丽还没有回来，没过一会就响起轻微的鼾声，这是我自那晚之后第一次睡觉，直到下午我才被刘丽叫醒。老公吃饭了。我迷迷糊糊的睁开眼，扫了一眼刘丽后说道：“别一天天的哭，你看看你眼睛都红了，你自己去吃吧。”刘丽张了张嘴，却没有话说，只能转身走出卧室。刘丽做好饭菜后走到我身边说道：“老公，我跟你说个事啊。”刘丽拿出手机给我看，她已经被查处了，应该会进里面关个几年。我拿过刘丽手机看了一眼，微微有些诧异，赵无言竟然被抓了。扔下手机，我抬头直视着刘丽道：“是你举报的他了。”刘丽没有说话，只是轻轻点了一下头。哼，我心中对刘丽的重视又提高了一些，这女人手段还是不错的。听见我的冷哼，刘丽更不敢说话。她知道在关于赵无言的事情上，她不能发表任何意见，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邀功。我问道：“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”“我以后就在家里不出去了，我给你洗衣做饭。”刘丽说完后惴惴不安地看向我：“我也可以在家带孩子。”我放下筷子，点上一支烟，孩子的事先放在一边。刘丽眼中闪过一丝失望，但她也知道现在我心中还有疙瘩，她想用孩子来挽救这个家的想法。吃完饭后，我就带着刘丽开车前往医院。来到医院，则是让刘丽去接她爸妈，我则去办理出院手续，并补齐费用。刚弄好这些，我一转身就碰到一个人，只是这手的位置有些尴尬。趁那个女孩还没有反应过来，我赶忙后退一步。不过我总觉得眼前这个女孩有些眼熟，但我想不起来了。那女孩捂着胸口，赶忙跳开：“又是你！”听到声音，我一下就想起来了，这女孩就是几天前我撞到过的那个女孩。我道歉道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没有看到你，你这突然出现在我后面，我没有反应过来。”那女孩脸色微红，也不知道是因为我刚刚的动作恼怒，还是因为没有排队而害羞。本来她是想找护士问个事的，但谁知道会变成这样。只见那个女孩脸红着挣扎一番，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就转身跑掉了。我疑惑地看着她的背影，不过她没有追究，我也不会上赶着去道歉。她直接转身回到车里。刘丽下楼的时候，刚好看见我跟那个女孩道歉的画面，因为她离得还远，并没有听见声音，她只看到我嘴巴在动。这一刻，她心中升起一股危机感。原来她之前已经习惯了，从而忽略了我的优点。我那还算不错的容貌，再加上礼貌，她不可能找不到女人。她离婚了可以活得很好，而自己离婚了只能遭受唾骂。想到这里，刘丽更加，她必须想办法消除我心里的疙瘩。自
自己只能与他在一起。这场婚姻已经变成刘丽的保护伞，离开了这保护伞，她将被置于烈日下审判。岳母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儿，她现在对她已经无话可说了，骂也骂了，打也打了，她也不想管了，让她自己自生自灭挺好的。爸妈，你们要不去我家里住几天吧？岳父摆了摆手说道。小琴，我们就不去麻烦你了，你送我们回家吧，家里这几天都没有人住，那些猪啊鸡啊，总不能麻烦你大伯他去喂吧？我见他都这样说了，也没有再劝，开着车就出城往老家的方向开去。刘丽坐在副驾驶看着窗外，眼中闪过一丝恐惧。如果说她现在最怕的是什么，那一定就是回老家。她甚至都能想象到老家那些亲戚邻居看她的异样目光了。刘丽转头看着我，眼中带着哀求，她在哀求我不要久留，她真的怕了。对于刘丽的目光，我也没有无视，她知道有些事情逼急了会适得其反，兔子逼急了还咬人呢。走过一段坑坑洼洼的乡村路段后，我眼前就出现一个村子，这就是刘丽爸妈住的地方，沈家村。这沈家村住着的大部分人都姓沈，基本上都沾亲带故。将车停好后，已经围上来一群半大孩子，我下车给了一些糖果，才将那些小屁孩打发。哥哥，我听妈妈说刘丽姐姐出轨了。什么是出轨啊？一个小屁孩拉着我的衣角问道。我脸色微沉，但还是蹲下身来说道，小屁孩，你问那么多做什么？再问信不信我把你手里的糖果抢回来？不要哥哥，你不能耍赖，都已经给我了，你不能要回去。那小孩连忙把手里的糖果包进嘴里跑走，因为车窗没有关，那小孩的话刘丽听得清清楚楚，那充满童真的声音更是让刘丽羞愧的抬不起头，她整个人缩在椅子上瑟瑟发抖。怎么你也知道丢脸了？岳父骂道，活该。刘丽连接话的勇气都没有。这时我打开车门说道，爸，我扶你下来，小心一点你的头。将爸妈接下车后，我走到副驾驶敲了敲车窗，去做饭。爸妈还没有吃早饭呢。刘丽摇着头祈求的看着我，她真的一刻都不想待在这里了。怎么你还想让妈自己去做饭啊？刘丽十分不情愿的下车。回家之后，她就一头扎进厨房不出来。我看了一眼满是灰尘的地，拿起扫把开始打扫。岳母赶忙抓住我的手说道，小琴你别动了，放那里，等我有空了来扫。然后岳父也在一旁说道，就是小琴别扫了，这水泥地你就算扫了也就那样，又没有贴瓷砖，不管怎么扫都有灰尘。我随便扫一下吧。说罢也不管他们两个，直接扫了起来。虽然说是随便扫一下，但我也扫得很干净。就在我扫地的时候，岳父夫妻到家的消息已经传遍全村了，关系比较近的亲戚都过来看望，其中还有一些专程过来看热闹的人。一大群人围着桌子喝茶聊天，当然他们也不会明着说那些敏感的问题，只是看向我的眼神多多少少带着一些怪异。但他大姑却率先试探道，小琴你是怎么个想法呀？大姑你就不要问了，给我留点面子。这时一群小孩跟着一个哭着的小孩跑进来，哭的那个小屁孩正是刚刚问我问题的那个。只见他哭诉道，妈，刘丽姐姐打我。大姑心疼地摸着他脸上的红痕，小宝你怎么惹到他了？我就是找他问什么是出轨，他就打我，他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，可疼了。大姑抬头看见岳父岳母跟我的脸色都沉了下来，赶忙道歉道，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，不要介意。我端着茶杯一句话没说，倒是岳父不轻不重地敲了一下桌子，姐要不今天你们都回去吧，我这身体也才刚好，等过几天我再去拜访你们。岳父已经下逐客令了，其实也是时候了，这头一旦开了，这一大群人你一嘴我一言可不得了啊，到时候还不知道会冒出什么难。其他人也是纷纷起身说道，那我们先走了，改天再来看你。刘丽是等人走完了才端着饭菜出来的，其实这些他早就做好了，就是因为外面人多，他才躲着没有出来。岳父看着刘丽顿时就黑了脸，拍着桌子狠狠地骂道，怎么你还有脾气了？做了这种不知羞耻的事，你还敢打人？小宝还是一个孩子，你这么打他，要是打出问题来，你大姑父一定活剥了你。刘丽像只鸵鸟一样缩着头不敢说话，我在旁边听了一会，觉得差不多了才说道，爸消消气消消气，我这就带他走，这饭要一步步吃，真要把刘丽逼急了他走了，他一走了之可就不好了，之后的计划还得靠岳父岳母来传递消息的，只有慢慢来才能让他精神崩溃，一旦操之过急只会出现反效果。小琴来都来了，吃顿饭再走吧，也不差这一回。岳父转头温和地说道，这对我的态度相比刚刚对刘丽的态度真就是180度大转弯啊，这反差刘丽心里更不好受了。我想了一下又坐下来道，行，吃顿饭再走吧，爸到时候你可就别留我了，我待着也不太自在。我给了刘丽一个眼色示意她赶紧离开，刘丽感激地看了一眼我，赶忙跑去厨房拿碗筷，之后她更是连饭桌都没有。饭桌上岳父想喝酒，我是怎么劝都不听，最后只好同意让他喝一小口。吃完饭后我就起身告别，爸妈我先带刘丽走了，你们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刘丽几乎是逃一样的跑上车，她感觉再在这里待下去她一定会疯掉的。岳父看着刘丽的样子又是脸色一黑，不过这次他看在我的面子上没有发作。看着离开的车子，岳父叹了一口气道，小琴是个好孩子，她就不配拥有这么好的孩子，真是个猪狗不如的东西。老刘算了吧，小琴既然不想离婚那就随她吧，村里的这些流言蜚语我们就替她挡着一点，你看着吧，要是她还不知足敢再做这样的事，老子一定打死她，给小琴保住面子。随后岳父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。我开着车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我似有些烦躁地瞥了一眼刘丽，别哭了。刘丽也不想哭，但一想到刚刚在爸妈家里所面对的异样眼光，她的抽泣声就止不住。老公，以后我们能不回去吗？我笑了笑，可以啊，只要我们离婚，你可以逃离这个城市，去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，到时候你就可以不用面对这些了，你依然可以过得很好。我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在试探刘丽，试探她有没有这种决心。如果她要是想这样做的话，我就得改变计划。
话。刘丽明显有些异动，但很快她的眼神就黯然下来。她做不到，她怕自己到时候一走了之将父亲气死，她承担不起这个后果，而且哪有女儿犯错之后将后果推给父母去承担的？刘丽做不出这样的事来。还有离婚，自己离婚只能被唾弃，而我依然会过得很好。只有保住这婚姻，她才能慢慢的在流言蜚语中重新抬起头来。老公不要离婚，我能忍受这些，给我一次机会。刘丽祈求道。我心中松了一口气，看来她还没有这种决心。只要她不离开这座城市，我有的是办法折磨她。车里的气氛因为我的不接话而陷入沉默，只有刘丽的抽泣声依旧。我喜欢这声音，我喜欢看到她哭，她哭得越狠我就越开心。回到小区，我刚刚停好车，下车就听见有人叫她：小琴，你过来，我有事找你。王阿姨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缓步走过去。小琴啊，你什么时候离婚啊？到时候阿姨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，你放心，我给你介绍的女孩绝对品行端正，比某些人不知道强了多少倍。王阿姨大声说道。这我一副不好回答的样子，眼神的余光却瞥向刘丽的方向。我要好好欣赏刘丽的反应。刘丽，所以王阿姨的话她自然也听见了，她很愤怒，咬着嘴唇敢怒不敢言。我现在就是她的救命稻草，她怎么可能让人将我抢走？同时她心里也生出一股危机，我很优秀，这点毋庸置疑，她现在根本就留不住这么优秀的男人，所以她慌了，她必须要有动作。刘丽走过来，静静地站在我身后来表达自己的存在，但她不敢插话，因为她知道一旦插话，可能就要同王阿姨吵起来。她怕自己在我心中的地位再次下降，本来就不多的地位，要是因为一次吵架直接没了，她得哭死。我转头看了一眼刘丽，说道：王阿姨，这是我的私事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王阿姨看了一眼刘丽，毫不避讳地说道：怎么你不打算离婚吗？你老婆做出这种事来，你难道要忍着吗？刘丽嘴唇都咬出血了，但她一句话都不敢说。我脸色一黑，王阿姨没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我刚转身，王阿姨就一把拉住我说道：小琴，你肯定是因为那天晚上没在现场，所以没那种画面感，但是我在啊，警察去你家的时候我就站在门口，当时的一切我都拍下来了，我给你看看你老婆那时候的样子。说完，王阿姨就松开我的手，拿出手机开始翻找她录的视频。我看着向这边围过来看热闹的大妈，黑着脸抓住王阿姨的手腕，沉声道：王阿姨，给我留点面子好不好？王阿姨抬头看着我，又转头看了一眼围过来的众人，恍然大悟的道歉道：你瞧我这脑子，小琴真不好意思，下次我再找你单独聊。我甩手就转身走了。我现在是真有些生气了，我明明是自己抛弃的名声，为什么现在听到这些还是会生气？刘丽临走之前恶狠狠地瞪了一眼王阿姨，似乎是在警告她不要多管闲事。王阿姨当时就来气了，指着刘丽的背影骂道：你这个荡妇还敢瞪我，怎么自己做的破事还不准别人说吗？就你这样的割骨袋早就成盒了。我听到王阿姨的骂声走得更快了。回到家里，我躺在沙发上点上一支烟，我现在很平静。刘丽回到家连鞋都没有换，直接走到我跟前跪下，她低着头没有说话，也不敢说话。她知道我现在很生气，现在她无论说什么都可能会触怒我。我吐出一口烟雾说道：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老公，我知道我让你蒙羞了，我对不起你，你打我吧。刘丽咬着牙低声下气地说道：你知道这几天我出门，那些邻居都是用什么样的眼神看我吗？我是一个男人，是最不需要这些东西的。我用一种嘲讽的语气说道。刘丽再也忍不住地哭了，伸手抱着我的腿哭道：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老公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弥补这个错误的。我眼神冰冷地看着刘丽，没有说话，直接起身回到房间，靠在门上听着刘丽的哭声。下午我走出房间，看见刘丽依旧跪在那里，眼神闪过一丝微不可察的嘲弄。苦肉计这在以前很管用，以前我就吃这一套，但现在嘛，只能呵呵了。刘丽红肿的眼睛看着我，带着一丝期待，她在期待我所表露出来的关心。我走到刘丽身边，俯视着她，去做饭，我饿了。我说罢就直接坐在沙发上，我没有去搀扶刘丽，甚至连话都没有多说。刘丽眼中闪过失望的神色，但她也没有气馁，生气是暂时的，她相信我最后一定会原谅她的。刘丽挣扎着起身，但膝盖因为长时间跪地而产生剧烈疼痛，她摔倒了，而且就倒在我身上。刘丽一边道歉一边想起身，但膝盖实在是太疼了，她做不到。我将刘丽推到沙发上，没有骂她，更没有催她，只是拿出遥控器打开电视。刘丽咬着嘴唇，有些失落，她感受到了一种冷漠。几分钟后，我走进房间，拿出云南白药递给刘丽，说道：自己弄一下，好点了就去做饭。刘丽眼中透露着高兴，拿着药看着我，她又感受到了希望。我心中冷笑，别着急，这点希望将会是你坚持下去的动力。刘丽看了一眼身边的我，小心翼翼地退下裤子，她一边抹药，一边用余光观察着我。她在观察我看到她的腿之后会不会有反应，因为双腿一直是她最自